马克龙、舒尔茨同时涉及丑闻，被媒体炒作下台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们不跟随美国的脚步？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昨天呢，大家还在吃日本那个瓜，结果欧洲又蹦出两个。首先呢，是英国的《卫报》公布了一份超过12.4万份机密文件的资料，是涉及美国著名网约车公司优步公司的。所以呢，这个资料目前被网上称为优步文件。根据《卫报》公布的这批资料呢，文件显示了优步是如何通过一系列违法、欺骗警察，还有勾结政客的手段，一步步在全世界做大的。比如说，法国出租车司机抗议网约车行业对出租车行业构成严重冲击的时候，优步公司就直接鼓动了法国的优步司机也上街游行，针锋相对，也搞抗议。这个倒没什么，关键是优步还说了，暴力才能确保成功。而优步刚刚进入欧洲市场并不顺利，而当年就是2016年，马克龙还在当部长的时候，在关键时刻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并且马克龙跟法国内阁中反对网约车发展的领导人还达成了秘密交易，让优步在法国能够顺利的落地。而马克龙跟优步高管之间这些交谈的短信记录都被英国《卫报》一下子全掀出来了。然后呢，法国很多主要媒体几乎同时开始讨论马克龙下台之后谁能接任总统的职务，给人感觉好像马克龙涉及了这次政治丑闻，前途就彻底没了。几乎同时，德国也出事儿了。德国媒体报道，上周三，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所在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小组举办了一次高端的聚会活动。这种活动呢，通常是政党的内部活动，只有获得邀请的人才能够进入。就像我们看美国电影里边那些个富豪名流的聚会，非请莫入。这次的聚会呢，有1000多人参加，其中包括了总理奥拉夫·舒尔茨、几位联邦部长，还有社民党的一批重要人物。结果第二天，一名21岁的女子举报，她说在这场 party 中她也没喝酒啊，但是当天就觉得特别头晕和恶心，接着还失忆了，第二天都忘了晚上发生过什么。后来还有其他女性宣称有同样情况，至少9个人说自己有同样的症状嘛。虽然警方的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是媒体已经在猜测，说这些女性被人下了某种不可描述的药。紧跟着这场聚会就被说成一个性丑闻了。其实是什么东西导致这个症状，是需要医学鉴定才能证明其具体原因的。而且就算有人投毒，也要查清楚到底是谁干的。至于说社民党自己的高端聚会上自己投毒，好像还不至于这么傻乎乎的。好在社民党的危机公关能力表现得还不错，能够把不利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这次同时在欧洲2个最主要的国家给当地领导人和执政党下绊子，这恐怕不是偶然的。那么我们就把时间往回倒一下，看看前一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大事儿是跟法国、德国相关的。比如说，在 G7 峰会还有北约峰会上，美国和英国都希望 G7 国家、北约集体的把中国视为威胁和敌人，但是遭遇了巨大的阻力，最后只能把中国说成系统性对手。那么是谁在北约内部对着美国、英国唱反调呢？恰好就是法国和德国。紧跟着我们就看到了中国购买了价值2400亿人民币的空客飞机，订单没给波音留。所以不能排除美国、英国感到法德欧洲这2个大国越来越有自己独立想法，越来越不听话了。而且通过新闻媒体炒作各种花边新闻或者政治丑闻，让一个国家领导人下台，美国、英国也都是老手，并且呢，他们是摸准了这些国家老百姓的敏感点进行炒作。比如在法国，说马克龙有绯闻那没用，说他影响一个群体就业那就很有效。而在德国，炒作政治人物的桃色新闻就能够掀起一个轩然大波。如果我这个猜测万一是猜对了，后续我们可能看到中国跟德国还要加强一下经贸合作，要用我们的手段支撑社民党跟舒尔茨一下，那么我们就要在欧洲的外交战场上和美国、英国去争夺地盘了。好。关于马克龙和舒尔茨同时出现所谓丑闻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是不是必有蹊跷？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